据报道，美国将要投资数十亿美元于芯片领域，只是为了对抗中国，想要进一步遏制中国的发展。而在中美两国的这场科技大比拼中，中国没慌，日本却先慌了。日本表现出强烈的担心，害怕市场会达到饱和，间接导致自己在这个领域站不住脚。从日本的担心中可以看出，其对美国表现出强烈的不满。在中美两国拼心中，日本就好像那个受害者，最终沦为美国打击中国的炮灰。而日本一直作为美国的帮衬，并在美国打压中国中贡献一大份力量，其理应该表现出高兴，而不是不满。那么究竟是什么让日本急踩刹车，不再附和美国了？事实上，这一切归根于美日两国利益上的冲突。当日本不再能从其中获取好处时，其当然会直接摊牌，扬言不干。日本的担忧体现在以下3个方面：其一，中美两国技术在不断推进，日本却面临着清零的可能。根据日本相关数据表明，日本在芯片领域的产业份额呈现快速减少的趋势，这是一个很严峻的事情。一旦美国的投资占比加大，大概率的结果不是把中国挤出市场，而是日本会面临着更绝望的处境。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的打压还未对中国起作用时，日本就面临着当头一棒，直接会遭受致命的创伤。其二，中国实力在不断加强，美国却面临着大危机。中美两国对抗中，中国并未被美国的小伎俩所折服，一次次化解了危机，不断走向更强。美国频繁军演并逐渐呈现出疲态，其所谓40年之最海上军演也不能恐吓到中国，反而暴露出美国在害怕中国，并在逐渐适应中国步伐的事实。日本会紧跟美国的最大原因就是想要仰仗美国，消除外在因素。而现在的大势所趋，让日本有了新的较量。其三，中国国际影响力越来越大，美国却面临着人去楼空的场景。据日媒所说，阿富汗局势最能看清美国的嘴脸，只关心自己的利益，必要时可放弃盟友。从其话语中可以看出，拜登的外交原则就是利益至上，会采用任何手段来打压潜在威胁。除此之外，文中还对世界做出警示，特别是美国的盟友和伙伴，表明与美国合作无异于饮鸩止渴。这也间接亮明中国这个对手不一般。中国能在美国不断打压下越挫越勇，并拿出惊人的成就。在中美两国对抗中，日本或已经清醒，明白紧跟美国没有出路，考虑未来走向才是当务之急。据韩国联合参谋本部的消息，韩美将于16号进行两国2021年下半年联合指挥所的军事演习，为期9天。值得一提，为了持续推进韩美商定的附条件移交战权进程，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表示，部署演习将检验韩军是否具备全面作战的能力。两国举行联合军演的消息传出后，引起了半岛舆论巨大反响。韩国内部本就出现分歧，这个时候美韩进行军演，必定给半岛局势增添变数。对此，韩国国内有不少声音呼吁韩美能够推迟军演，以帮助恢复韩朝对话。可显然，这并不能动摇韩美军演的决定。毕竟，两国此次军演除了能在进一步巩固双边关系以外，似乎还存在什么别的目的。第一，自拜登任职美国总统以来，就将军演视为美韩军队联合应对外部威胁的核心手段。第二，如今美韩军演已经开始，而在此之前，中俄西部联合2021军演刚落幕不久。结合1、2两点，这不仅让外界怀疑美韩坚持要在这个敏感时刻进行联合军演的目的是否与中俄有关。随着中国近些年来的迅速发展，美国担忧中国会替代其在国际上的地位的同时，也害怕中国会与俄罗斯的关系越来越好。因此，美国不断想尽一切办法试图挑拨两国之间的关系。可这么做的结果不仅没有起到任何作用，反而让中俄之间的友谊变得更加牢固。这次西部联合2021军演就是一个例子，两国各自派出了本国先进的武器装备，充分说明了双方对此次军演的重视程度。当时针对此次军事，不少外国媒体酸溜溜的想给中俄安上个刻意制造国际紧张罪名。当然，有一部分外媒说对了，那就是中俄这次演习确实有向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发出警告。现在想来，或许正是因为如此，在中俄军事演习圆满落幕之际，韩美紧跟其后，亦有向中俄示威的意思。对于美国来说，中俄若是联手了，那无异于是一场灾难。但是出于面对中俄两个大国的内心慌张的背景下，美国拉上韩国隔空喊话中俄，估计是为了壮胆。美国贼心不死，可话说回来，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有示威的意思，中俄能看不出来吗？
美国选择这么做，难不成这是打算兵戎相见了，同时撞上中俄两个国家？美国不怕，反而上前叫嚣，这一口恶气，就算中国能忍，普京势必忍不了，肯定是第一个坐不住的。当然，虽然这也只是猜测，但正如分析的这样，那美国既然想把中俄推上战场，我们自然也是不怕的。不过，韩国怕不怕就不知道了，毕竟当大国之间的冲突爆发，小国必定是充当炮灰的那个。在阿富汗塔利班控制首府喀布尔之后，多国使团和军事人员仓皇撤离，美国主导的北约戏剧性的失败了，而喀布尔陷落只是西方噩梦的开始。欧洲意识到阿富汗正酝酿另一场危机，真正的噩梦即将涌来。如今阿富汗的局势再次让欧洲国家想到2015年的难民危机，当年中东和北非的战乱迫使数百万难民涌入欧洲，引发难民危机，至今深刻影响欧洲社会秩序。而联合国难民署8月9号统计数据，仅今年8个月就有40万阿富汗人流离失所，其中一些正寻求移民欧洲的可能性。希腊著名人道组织执行主任韦奇表示，虽然目前还未发生大规模难民潮，很多阿富汗民众还在观望局势。11月到12月会爆发难民潮，根据联合国数据，各国需要为出现100万名难民做准备，而这些难民更希望去伊朗、巴基斯坦和欧洲。不过，伊朗和巴基斯坦早已收容大量阿富汗难民，届时更多会涌向欧洲。而欧洲满嘴人道主义，另一边又担忧难民危机带来的严重社会问题。一边，欧盟委员会内政事务专员伊尔瓦约翰森表态，我们不能抛弃深陷危机之中的阿富汗民众。另一边，欧盟外交事务高级代表约瑟普·博雷利又警告，欧盟需要确保不会有大量难民涌入欧洲。英法德也做出表态，德国总理默克尔表示将从阿富汗疏散1万人，包括为德军服务的当地人和一些人权人士以及家属等，但无意接收更多难民。法国总统马克龙也表示，法国要保护那些处于严重危险的人，但不会接收更多大规模难民。英国也表态将接收2万名阿富汗难民，但对于他们何时接收并没有给出具体说明。不仅如此，欧盟还面临着胁迫。欧洲智库分析人士指出，白俄罗斯正以移民当成施压工具，以报复欧盟的制裁。这段时间，有更多的难民通过白俄边境涌入立陶宛，接着分散到欧洲各国。值得注意的是，俄罗斯也出高招，给欧洲和美国送上大礼。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最新消息，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宣布，为了防止阿富汗人道主义局势恶化，准备提供俄罗斯民航服务，将阿富汗民众疏散到其他国家，确保将任意数量的阿富汗公民去往任何有兴趣接收和安置他们的其他国家。这相当于开闸，将阿富汗难民送往欧洲、美国等国。欧美国家自己造的孽，苦果必须得由他们承担。不得不说，在拿捏欧洲这方面，俄罗斯还真是个高手。拜登的上台让美国走向一个全新的道路。为了遏制打压中俄两个大国，该国修改了战略政策，用打组合拳的方式展开大国之间的较量。随着拜登的推进，包括澳大利亚、英国等曾经对美国消极对待的国家都纷纷重新加入由美国所领导的北约军事同盟体系。然而，随着事态的发展，近期所发生的一件事儿很可能预示着北约军事同盟体系就此瓦解。众所周知，阿富汗政府是美国的傀儡。在过去20年，美国为了在该国打造一支现代化军队，没少费金钱、人力、物力。可美军却突然选择撤军，不仅没有告诉阿富汗人，也没有通知自己的盟友。美国一走了之，导致现在的阿富汗变成这样。一时之间，很多欧洲国家接受不了。近日，俄罗斯相关网站就刊登了一篇题为“背叛和灾难：欧洲对拜登的失误感到沮丧”的文章。该文章把塔利班攻入喀布尔这个时间点为契机，将欧洲分为2个世界。在攻入阿富汗之前，欧洲人视拜登为一个伟大的国家政治专家，对他的专业水平非常信任。可攻入后，拜登在欧洲人眼里就是一个不负责任的3流政客。在未通知的情况下突然撤离阿富汗，拜登对盟友的背叛成了北约内部永远过不去的一道坎儿。美国出卖了盟友，这是当下欧洲人的共识。其中，以德国的反美情绪最为强烈。阿富汗所发生的事情让我感到恐惧，美军仓促撤军是美国政府一个严重和影响深远的失误，这会从根本上损害西方政治以及道德形象。德国联邦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诺贝特·勒特根就此事件称，他现在心情非常沉重。据悉，勒特根与拜登相识数十年，
此前对拜登任职美国总统一直都是保持乐观的态度，如今他说出这样的话，可见美国撤军的行为有多招人恨。值得一提，德国一直都非常重视阿富汗，为了出兵阿富汗，现任总理直接赌上自己的前途，花了巨大的金钱以及人力物力，明确表示德国士兵要保卫阿富汗的安全，因为美国、德国投入阿富汗身上的心血都白费。这个国家怎么可能不生气？这么看来，德国很可能会带头扛起反美大旗，那也等同于给中国送上了一份大礼。实际上，不仅是德国，阿富汗的例子摆在眼前，让很多美国盟友都感到不安。美国能背叛第一个，难保下一个不会是他们。总之，美国撤军阿富汗的行为已经引起众怒，拜登的日子可不好过了，北约军事同盟体系很可能就此瓦解。为此，我国人调侃：我们还什么都没干呢，你们就要散伙了？那这份大礼，中国收的可不安心了。